有粉丝宝宝问能不能讲一下步美，狗都不讲，狗不讲我讲。步美可太好了，她是拉布布的化身，罪犯见了直泪奔，警察听她说话把血喷，天真的小毒蛇把整个警视厅都得罪遍了。她看见高木衬衫扣子要掉了，她说：警察叔叔，你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？完了，芭比。她看见横沟警官不会游泳，她说：你的头发长得像珊瑚，怎么不会游泳呢？珊瑚。他看见林小璐的小松鼠，他说：难道说警官你没什么人类朋友吗？这么会说话，步美你不要命了。当然了，警察没法制裁他，但是罪犯能啊。作为人质专业户，步美那是妥妥的业界龙头，谁也没有他被绑得多。他体重只有15公斤，没有任何攻击力，抓来当人质可太适合了。那我要是罪犯，我也选他呀。可他作为少年侦探团的万能冲，肯定是不能出事儿的。少侦团没了他得散，是他凝聚起了这个团队。当柯南一脸冷漠的时候，他热情似火的邀请。我们一起回去吧，柯南同学。当小哀刚转学过来独来独往的时候，是他主动靠近拉小哀入伙。你不用客气，我们几个可以送你回家哦。光彦和元太更是把她当成女神，可柯南来的第一天就吸引了步美全部的目光。他上去搭讪没成功，就鼓动光彦和元太一起跟踪，结果发现了命案现场。元太万万没想到，一次的跟踪换来了一辈子的大包。柯南一烟灰缸把他本就不聪明的头锤得更加蒙圈了。看着柯南认真推理的样子，步美喜欢上了他。小妮子爱恨分明，看见毛利大叔欺负柯南，抬脚就踩，踩得毛利大叔吱哇乱叫，他踩完就跑。不管你是谁，敢欺负我的人，那你就做好被报复的准备吧。哼！步美的喜欢大胆热烈，他直球攻击，上去就亲。追了女神整个学期的光彦和元太看见这一幕，天都塌了。我俩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别人搞偷袭，你没有心，你玩不起。搞偷袭你玩不起。他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步美全身心地关心柯南，担心柯南没吃饭，用袋子装了面包，想见到他就给他吃。不管是出门溜达还是正在逃命，他都全程抓着面包，都快没命了那也没扔。在大家逃离危险之后，仍然在关心柯南还没有吃饭。这种毫无保留又洁白无瑕的感情真的很让人动容。但他毕竟只有7岁，分不清具体什么是喜欢。当他觉得光彦很厉害的时候，就让柯南闭上眼睛，然后去亲光彦。大人看来可能觉得这是雷霆操作，但小朋友又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不过是把喜欢摆在明面上罢了。步美不止大胆追爱，她还十分爱女，凭借一己之力拿下灰原哀。小哀从最开始的别碰我，请你不要碰我到最后放弃防备，仅仅用了几周时间，他会在发生危险时毫不犹豫地挡在小哀面前。明明他自己也怕得要命，可却勇敢地站在最前面。在少年侦探团相处的过程中，他细心地发现大家都有昵称，唯独小哀没有，大胆地叫他哀酱。哀酱从此以后，小哀只对步美温柔，会在她睡觉蹬被子的时候细心帮她盖好，会在她把自己画成大花猫的时候帮她重新画漂亮，会陪她一起逛街，看她笑，任她闹。要知道，小哀以前对这些事儿都是不屑一顾的。那么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这么善良热烈的孩子呢？步美家住的是高级公寓，父母是妥妥的中产，他爸一次都没出现过，妈妈出现过一次，但也只是露了个半身。从步美的房间布置可以看出，父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她，或许这就是来自独生女的自信吧。步美只有7岁，但她的行事风格妥妥的大女主作风，万事以自己的喜好为先，让柯南闭眼睛，然后自己去亲光彦就可以看出来。那么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赋予她声音和灵魂的人是谁呢？日配是岩居由希子老师，从96年开播至今从来没有更换过，也就是说她从24岁就开始为步美配音，至今已经30年，54岁的声音仍然耐打。而中配却换了无数声优老师，在这么多声音里，我还是喜欢最开始的许淑萍版。早期步美的声音真的让我十分难忘。不是吧？解开暗号的人，还有抓住强盗集团的人，
这些啊，全都是柯南同学的功劳。最开始看柯南的时候，看的就是中配，当时被不美的超绝小奶烟萌得晕头转向，不得不感叹一句：声优都是怪物啊！不美有了声优加持，那他在少年侦探团里的地位将是绝杀。很多人说他只会当人质，可你仔细想想，他能一句话让警察集体沉默，能一个笑容把灰原哀的心房全部拆掉，还能一个眼神让柯南都不自觉心软。他会害怕，但危险来的时候，他还是站在最前面。7岁而已，我们很多人却活得还没有他坦荡。你可以说他弱，但你不能说他不重要，因为少了他，少年侦探团原地解散。所以别再说什么他只会被绑了，他不是被选中的人质，他是不美，吉田不美。